我是被找回来的真千金，但我父母和3个哥哥都向着那假千金，说是我的出现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生活，让我做好自己的本分，他们不会亏待我，但我也不要奢求太多。女主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爱脑舔狗，也就是男主。原著里我对他有童年滤镜，一眼认出他就是小时候救过我的小哥哥，对他爱得不能自拔，以给假千金捐肾为代价要他娶我，但他手持霸总文学剧本，凌驾半部刑法之上，对我虐身虐心，挖我眼珠子，我心肝脾胃肾一直给假千金，让我打胎流产掉下悬崖，掉进海里发生火灾，就这我还没有死，不仅没有死，我还挨顿失踪，5年归来，扬言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其实是上演久别重逢，然后天才萌宝剧情。我不好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幸好我现在只是刚穿过来，男主被逼和我履行婚约的时候，要不然我高低的把那不孝子萌娃回炉重造。穿越前，我是一个武术家的女儿，18岁的时候，我爸已经教会了我18套拳法，刀枪棍棒我信手拈来。我爸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铁铮铮的女汉子，我的内心是一个阴阴的萌妹，躲在被窝里用手机看言情小说，是我不可言说的秘密。因为如果被我爸发现，会让我蹲马步8小时。果然做人不能太叛逆，我这不就遭报应了，穿越成了小说里的虐文女主。虐文女主为什么会被虐呢？因为她喜欢上一个不喜欢她的男主，但男主喜欢恶毒女配，在恶毒女配的污蔑陷害之下，女主有嘴也说不清。这不，在我和男主傅云年的婚礼上，恶毒女配秦芊芊装模作样的要来恭喜我，然后自己摔下楼梯，并且大喊：姐姐，你为什么要推我？真他妈的自说自话，绿茶婊演技这么好，怎么不加入娱乐圈呢？傅云年刚才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这回被我打懵逼了，一边惨叫一边高喊：秦月月，你疯了吗？我怕你敢打我，我怕你，我怕。开玩笑打人，我可是祖传3代的家学专业的。傅云年，你太暴力了，你以前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是吗？我笑死，抱着胳膊看他，那你报警啊！哼，别以为我不知道，霸总小说里根本就没有警察，男主可以凌驾半部刑法之上，我也可以，毕竟大家都是主角，女主角凭什么让着男主角？没想到傅云年这老六还真敢报警，警察还真要来。我立刻意识到，霸总小说里警察制裁不了男主，但是可以制裁女主啊！我不就打了他几巴掌，又没有害他，白月光出车祸被人凌辱致死，他就要报警抓我了。看到我慌乱的表情，傅云年十分得意，眼底露出3分击节，3分嘲讽，4分漫不经心。怎么你怕了？如果你现在跪下向我道歉，再去医院给芊芊献血500立方厘米，我又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大逼兜子。500，你妈逼，你丫自己怎么不献？傅云年被我打得有些心理阴影，下意识缩了一下脖子。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跟他血型不匹配，他跟你一样都是熊猫血，要不然当初你们报错，叔叔阿姨也不会发现不了。听到他这么说，我更生气了。霸总小说里人均熊猫血是吧？我扯住了他的头发，你连血型都不一样，你还敢说你爱他？他连你的血都排斥，还敢说爱你？这对塑料青梅竹马。然后在听到楼下警笛响起的时候，弄乱了自己的头发，扯坏了自己的衣领，然后在自己胳膊和脖子上掐了2下。别问我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练武术。我狠起来，连我自己都掐。让我没想到的是，出警的小哥长得一表人才，1米8几大长腿，整个以制服诱惑。看到我特别激动，就跟见到亲人似的，上来就抓住了我的手。妈耶，我当警察3年了，终于有人报警了。姑娘，你放心大胆的说，是不是这个男人欺负你了？告诉哥哥，给你做主。大哥一看就是热心肠，我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下，顿时眼圈一红，柔弱不能自理的点了点头。警察小哥顿时热泪盈眶。好，终于有虐文女主懂报警了。傅云年在一旁愣愣的看着我们，随即咆哮出声：你怎么回事？你警号多少？报警的是我，我才是受害者。傅云年的咆哮声成功把警察小哥的思绪从接到报警电话的狂喜之中拉了出来，但他看到傅云年脸上的伤，并没有露出多少同情的表情。反倒是我的样子好惨，宛若一朵风中飘零的小白花。我见他看我，微微偏了偏脑袋，露出满是伤痕的天鹅颈，还有精致的侧颜，轻声吐字：别看他一个女人都没喊，你一个大老爷们，你喊啥？人家看起来严重多了，你跟他啥关系？警察小哥瞬间暴怒，狠狠批评教育了傅云年一顿。我劝你老实交代，要不然我把你带回警局去。忍不住脱口而出：哥哥，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人家才18岁，还没有交过男朋友。我的话还没说完，傅云年就跟疯了似的跑过来，用力的推了我一把。不是，我从小扎马步底盘比较稳，还真被他推倒了。但意识到旁边还站着警察小哥，我就脚下一软，扑到了他的怀里，脸结结实实贴到了他穿着制服的胸肌上。我抬眸望向警察小哥，楚楚可怜，不好意思。回过头瞪向傅云年：你想打几折？傅云年慌了，傅云年真的慌了。秦月月，你清醒一点，你是22岁，不是18岁。还有，我才是你丈夫，你当着我的面就敢勾引别的男人，是当我不存在吗？我一愣，咱俩领证了吗？
傅余年冷哼一声，把2本红色的本本摔在我面前。我打开一看，还真是傅余年和原主的，赶紧抱在怀里。太好了，这东西可不能丢，离婚的时候要用的，补办多麻烦。然后朝警察小哥道：“哥哥，你等我，我离了婚就去找你哈。”我这一下给警察小哥整破防了，舌头抵住唇畔，拼命的咳嗽，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示意他执法录像呢。嗨，最后小哥没有给我联系方式，但我还是知道了他的名字，霍征。霍征把我和傅余年教育了一顿，夫妻打架算家务事，以调解劝和为主。我和傅余年都是皮外伤，不予立案。霍征怎么能打老婆呢？你这是家暴，知不知道？傅余年气急败坏，不是我家暴他，是他家暴我啊！霍征，夫妻俩床头打架床尾和，我羞涩，我和他今天刚结婚，还没睡过呢。傅余年再次咆哮：“秦月月，你是疯了吗？”啊，对，我是疯了，没错，我一个刚年满18岁，身怀祖传绝学，是要锄强扶弱，让正道的光照在这大地上的花季少女。一觉醒来就成了22岁的已婚妇女了，还是傅余年这样狗都不吃，丢垃圾桶都没人捡的虐文男主，我能不发疯吗？傅余年都28岁了，我不喜欢比我大那么多的。霍震劝导教育了我们半天，确定我们不会再打起来，然后走了。傅余年似乎也觉察到了自己拿我没有办法，决定以退为进，和我好好谈谈。秦月月，别闹了，就算你这样，我也不会喜欢你的。正好我也不喜欢你，我们离婚吧。我一句话怼得傅余年哑口无言。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只要我跟你结婚，你什么都愿意做。这话确实是原主说过的。我有些不耐烦。那又怎么样？你还说跟我结婚，不会碰我一下呢？你还不是掐我脖子？既然是你违约在先，那就别怪我了。傅余年崩溃了。我说不碰，不是这意思。我立刻打断了他。我不听，烦你掐我了，我要跟你离婚，你这个死家暴男！傅余年气得脸色涨红，几乎吐血。秦月月，我们2个到底是谁家暴谁好？就算你要跟我离婚，但你答应我的给芊芊梳洗，总不会反悔吧？算我求你，你不去，他会死的。真的烦这种恋爱脑男主。先不说秦芊芊是自己摔下楼的，更重要的是他不过是受了点皮外伤，根本就不需要输血。只有秦家那些傻子，还有傅余年这恋爱脑才会相信。我歪了歪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赶紧死！我包200请我吃席。我的话犹如一记重击，彻底击垮了傅余年的心理防线。你，秦月月，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恶毒的女人，我笑死！我都家暴你了，你还不知道我恶毒？是不是打得不够狠？要不要再打你一顿？不过你千万别还手啊，还手算互殴，你就不能跟警察叔叔告状了哦。傅余年看着我，一手捂住了胸口，一手指着我不停地抖啊抖。我好意关心他，怎么手抖？得了帕金森。傅余年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死心般的闭上眼睛。滚！我一抬手揪住了他的衣领，将他从床上扯起来，丢到了门外。你滚！傅余年本来以为我已经很过分了，没想到我还能更过分。这是我的房子，是我妈为我们准备的婚房。我点了点头，是这样。可是我今晚没地方睡。然后拍拍他的肩膀，乖，谁全都大听谁的，你睡客房。然后当着他的面，砰一下把门关上了。傅余年被我关在门外，一边踹门一边骂骂咧咧。秦月月，你给我开门！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就算你这样特立独行，我也不会喜欢你的。刚换好睡衣，打算躺下的我绑着束发带，顶着面膜打开了门，狗叫。然后在傅余年开口之前，又迅速地关上门。砰！因为速度太快，差点夹到傅余年的鼻子，赶走了傅余年。我一觉睡到大天亮。我发现原主虽然在人设上是个小可怜，但是用的护肤品都是大牌子，卡里的零花钱也有8位数，一辆上千万的兰博基尼代步。虽然我是被豪门找回去的真千金，但我的爸爸妈妈、3个哥哥还有暗恋对象都只喜欢假千金。就这有啥可怜的？你们有钱人的可怜我不懂，我只知道我要和傅余年离婚，去追求我的霍真小哥。没想到等我一睡醒，想去抓傅余年离婚的时候，傅余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未接来电和未读信息的轰炸。秦家的3个哥哥还有那对父母就跟疯了似的攻击我，我不会放过你的。二哥秦二，你害芊芊额头流血了，我也要让你付出同样的代价。3哥秦三，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恶毒的人，你以后离芊芊远点。哦哟，好没创意的台词啊！这些霸总就只会说这个。秦妈妈倒是说了点不一样的，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当初我就不该把你带回来。芊芊是我的心肝宝贝，你怎么敢伤她？你马上滚回来给芊芊道歉，求她原谅你。这个更降智，真怀疑作者们写这种台词时候的精神状态，估计自己也是一边吐一边写的。秦爸爸到底是一家之主，话比较少，芊芊需要换肾，你捐1个给他，爸爸会给你1个亿。卧槽，1个亿，我恨不能长出32个肾，捐30个给芊芊。自己留俩，可惜我只长了俩腰子，可恶，错失30亿巨款。我收拾了一下，开车回了秦家。这个家我本来是不想回的，毕竟我现在卡里有钱，想去哪就去哪。但秦家那些人逼话太多，他们还算计我的腰子，这剑我必须要犯。我把车速开得飞快，一路风驰电掣回家。
这个时候我就很感谢我的武术家老父亲，在我刚满18岁的时候就把我丢去考了驾照。见我车到门口，家里司机一脸嫌弃，他刚要开口，我把钥匙丢到他手上，顺手给了他一巴掌，啪！家里佣人吴妈看到我，一脸幸灾乐祸，哟，这不是二小姐，怎么一个人回来？一路上但凡欺负过原主的佣人，人均挨了我一巴掌，也有挨2巴掌的，我记不清了。短短不到100米的距离，我打了10几个人。他们挨了打之后，纷纷捂着被打肿的脸跑去告状，场面浩浩荡荡，蔚为壮观。原以为秦芊芊假装摔下来，还吵着要验血换腰子的，这时候应该在医院躺着。没想到这回他们一家人竟然在家里其乐融融的吃饭，里面还包括我昨天刚结婚的新婚丈夫傅云年。傅云年不愧是男主，恢复能力就是强。昨天被我脸都打肿了，这回已经恢复了英俊潇洒的相貌，只是嘴角还有点破口，一副战损美人的模样。摔下楼梯，在楼梯上滚了18圈的秦芊芊也没事，跟家里人有说有笑的。果然，恶毒女配都是打不死的小强，只有我被我自己掐了2下的我，这回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就不见好。我可真是我见犹怜虐文女主体质，芊芊没事，真是太好了。是啊，担心死爸爸妈妈哥哥了，大家都在替秦芊芊没事出院而高兴，但在看到我之后，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傅云年更是直接发飙，秦月月，你到底想怎么样？我都躲到这来了，你还追来干嘛？我笑死，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哪知道你压在这，我还以为你昨天扛不住打，连夜跑路了呢。既然遇见了，那就把事办了。正好我是来拿身份证户口本的。傅云年一愣，似乎没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我抬了抬手，展示了一下我的手心。怎么忘了？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秦家人闻言纷纷好奇地看着傅云年，秦芊芊也一脸关切地望向他。云年哥哥，姐姐在说什么？还有打你了？秦家人不信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原主在家里就是受气包，谁都可以欺负他。我正打算故技重施，假装无辜，刚才被打的佣人们集体冲了进来。先生太太，3位少爷2小姐7人，太甚！我们虽然是做佣人的，但也不能随便打我们啊！他们话没说完，我从头到尾一个巴掌扇了10几张脸。只听秦家宽敞的客厅里瞬间回荡起此起彼伏的打脸声。我说了，我是大小姐，不是什么2小姐，都没长耳朵吗？秦家众人先是一愣，随即都用同情的眼神望向傅云年。傅云年知道大家是联想到了他昨晚可能的遭遇，顿时觉得颜面尽失，愤怒大吼：秦月月，你疯了吗？我一个转身，一巴掌就落在了他脸上。爹的事情你也敢管？秦芊芊惨叫一声，直接摔在地上，一副风中飘零的落叶一般。3个哥哥立刻过去扶他。芊芊，你没事吧？大哥叫嚣着要来打我。秦月月，你太过分了！我一个巴掌啪。2哥见大哥被打，想帮大哥报仇，我2巴掌啪啪。3哥看大哥2哥都上了，他不上不太好意思，我3巴掌啪啪啪。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秦家上下除了秦爸秦妈，就连家里养的狗都挨了我的巴掌，一个个半边脸肿起来，苦主加起来能绕客厅1圈。为什么我能准确地打到每一个人的脸，他们却反应不过来呢？因为老父亲教我的18套拳法里有一招无影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见识到了我恐怖的战斗力。秦家上下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在餐厅里站成2排，我随手提了把椅子往地上一放，蹲往上一坐，二郎腿一敲，就有人开始双腿打战。我瞥了众人一眼，嗤笑一声，都站着干嘛？不跪下？众人脸色有些缓和，还不等他们松一口气，我就开口了。秦妈妈一下就炸了，扑过来指着我鼻子骂我：秦月月，你是不是疯了？我可是你妈，我给你下跪，你受得起吗？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微笑着看着他，你不跪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天打雷劈？你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我，说不定你一跪下，老天爷就开大招把我秒了呢。许是我说的话太过离谱，刚才挨打的人有不少都笑出鼻涕泡泡来了。秦三立刻不敢笑了，其他人也都安静了下来。秦芊芊一脸怨毒地瞪着我，仿佛我是那个大反派，把仿佛去了，我现在是黑化了的虐文女主，我现在是疯批女主。见我看她，秦芊芊立刻瑟缩了一下，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她走到我面前，扑通一下跪下了。姐姐，都是我的错，是我抢走了你秦家千金大小姐的位置，是我抢走了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们的爱。你恨我打我都是应该的，但是你不能这么对爸爸妈妈还有哥哥，他们都是你的亲人啊。我打开客厅的大屏幕，连上手机，把他们各自发给我的短信全都展示了出来。家人，哥，你瞧瞧你们给我发的都是啥？你们好意思发，我都不好意思看这个。你脑子进水了是吧？把我伤了，秦芊芊要让我付出代价，有本事你来啊！还有这个，让我给你这个养女捐个肾给我1个亿，你说这玩意是我亲爹？还有这个，说当初不该把我带回来，你倒是当初别生我啊！怎么一家子都是脑残破烂玩意，真晦气！我从小生活在武术世家，我老父亲是德高望重的武林泰斗，我老母亲是大学教授，斯文儒雅。身为他们女儿的我文武双全，出口成脏，我受不了这样的委屈。秦家的众人看到全家人给我发的信息之后，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十分的难看，仿佛社死就在一瞬间。他们在发这些消息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正义使者，这会却又羞愧难当，低头无脸。
我一个个指着他们鼻子骂，你们这些人名义上是我的家人，却全都向着秦芊芊那养女。她一哭，你们就说是我的错；她掉一根头发，都觉得是我害的；她放个屁，你们都是香的；她拉屎，你们怎么不吃啊？傅余年觉得我已经疯了，黑沉脸要来拉我。秦月月，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反手就是一巴掌，别说话，哪有你开口的份？傅余年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头顶霸总男主光环的他，这辈子从来没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你闹够了没有？我答应你，我再也不敢亲签联系了，一心一意只守着你一个人，这样你满意了吗？我求求你，别再惹事了。卧槽，这恋爱脑转移了，我不理解，但我大为惊恐。一害怕就一脚把他踹飞了出去，别来沾边！因为我在秦家的行径太过猖狂，秦家的人没忍住报警了。警察来了，我一看，哎呦，这不熟人吗？我眼睛一眨，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霍真哥哥，你可算来了，救救我！我爸妈要囚禁我，他们还想挖我的腰子，让我给这个养女捐肾。我有证据的，此处应有大屏幕立功劳。霍真看到大屏幕上爸妈对我的要求，还有3个哥哥的威胁，顿时面色铁青，将我护在身后。你们想干什么？强迫公民捐献人体器官是违法行为。霍真很容易就相信了我被家里人联手欺负的事情。傅余年看到霍真，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怎么又是你？你看清楚再说好吗？哪里是我们打他，是他打我们。霍真扯了扯嘴角，苦笑。我能说这本书里干事的就我一个警察吗？这种话傅余年是听不懂的，要不然他就要长脑子了。霍真根本不相信傅余年的话，你们这里加起来快30个人，她一个弱女子怎么能打得过你们这么多人？就算群殴，责任也在你们秦家。3个哥哥都要气疯了。她弱女子，你要不要看看我们脸上伤再说话？我躲到霍真身后，含泪摇头，泪水四处挥洒。霍真哥哥，我没有，我爸爸妈妈还有我丈夫全都帮着那个养女，他们还逼我给她献血捐肾。霍真哥哥，你带我走好不好？我哭得梨花带雨，不能自已。霍真身为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路人甲，身上顿时燃起熊熊怒火，你们真的太过分了！然后把他们全都抓到了警局去，理由是他们涉嫌非法拘禁、恐吓、威胁，要他们回去配合协助调查。虽然最后结果大家都没什么事情，但秦家父母和3个哥哥都被霍真关小黑屋里，狠狠批评教育了一顿。我这才发现霍真职位还挺高的，还是他们的老大，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录完口供，他把我送到警局外面，我依依不舍拉着他的手，哥哥，你等我，我离了婚就来找你，你不会嫌弃我离过婚吧？那都是假的逼我的，想骗我给秦芊芊捐肾而已，我真的喜欢你，一眼就相中你了。霍真顿时满脸通红，推开了我的手，嗨嗨，你放尊重点，我不是那种随便的男人。然后一转身走了，拒绝人的样子也这么帅，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经过我这一闹腾，秦家人似乎都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对我说话客气了很多，也不敢再对我提什么要求了。秦爸、秦妈，还有我那3个便宜哥哥，甚至每人往我卡里打一笔钱，请我别把聊天记录发出去，怕被人骂脑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大家都是一家人，聊天记录我怎么会到处乱发呢？傅余年也给我打了一笔钱，求我暂时别离婚，因为他当初跟我离婚，不只是因为原主答应给秦芊芊捐肾，还因为他奶奶非常喜欢原主，只有娶了我，傅家的继承权才会落到他手上，要不然他那几个弟弟早就爬到他头上去了。我说别的我都能答应你，但这个不行，不离婚我怎么去追求霍成小哥哥？婚内出轨这种事情我是不做的。傅余年意识到我已经不爱他了，满眼悲伤。你说过你爱我的，现在都变了吗？我说哦，那是误会，我以为你是小时候救我的那个小哥哥，把你认错是他，所以才对你一见钟情，相处下来才发现你这人长得还凑合，人也就一般般吧，反正我是看不上的。你问问晴晴今天还要不要你，把你垃圾回收一下吧。我的话过于直白，让傅余年难以接受，他捂住胸口，一副心肌梗死的模样，但却强撑着问我，那你找到你的小哥哥了吗？我勾了勾唇角，笑而不语。小哥哥是谁？小说没写，原著里女主认错人，爱上男主，付出心肝脾胃肾，才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认错了人。但是她已经怀了男主的孩子，回不去了。我当然不会和女主一样爱上男主，我就当做我的小哥哥是霍征，怎么高兴怎么来。秦月月，你就这么喜欢他，想离婚下辈子吧？你就算打死我，我也不会离的。离婚这事还真不是谁拳头硬听谁的，是要去办证中心签字的。我难得好脾气的跟傅余年说话，别呀，离呀，大不了我以后不打你了。傅余年，我情愿你打我一辈子。你恋爱脑的治啊，我帮你联系脑科吧。因为傅余年不肯跟我离婚，我也不能天天跟他耗着，只能开着原主的豪车，拿着原主卡里的10位数，到处旅游吃喝买。没办法，我也是第一次当有钱人，很多需要钱才能享受的东西我没见识过。玩够了之后，我还去了原主养父母家。当初原主和秦芊芊报错之后，就被带回了乡下抚养，直到16岁才被认回秦家。
他养父母都是农民，上头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条件十分艰苦。虽说没有给秦月很好的生活环境，但也没有亏待过他。但秦芊芊不想跟亲生父母过苦日子，为了赖在秦家不走，各种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搞得原主和亲生父母还有养父母关系都闹僵了。我这次回去给了原主养父母还有他哥哥弟弟一笔钱，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别问我为什么这么大方，问就是钱，不是我赚的，家人和傅云年给的，有钱大家一起花。不仅如此，我还给养父母的家乡捐了条柏油路，还有希望小学。反正有钱，我一个人也花不完，大家一起花。那段时间，我到处做慈善，捐学校、捐医院、公路，兜里走哪都揣着一沓现金，看到狗都给他塞2张，功德加一，加一，加一，加一。有人把我的事迹发到网上，评论区和弹幕里人人都在喊着姐姐杀我，塞我2张。他们将我称之为散彩观音，还扒出了我的身份是秦家大小姐，爸爸是霸道总裁的，哥哥是霸道总裁，就连丈夫也是霸道总裁。我笑死都别来沾边，往我卡里打钱除外。那天我正在往许愿池撒币，突然接到傅云年的电话，我笑着问怎么愿意离婚了，不离的话再给我打点钱，你快回来，出大事了。傅云年说的时候很急，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我寻思自己也出来半年多了，是时候回去看看，回成小哥了，说让人家等我离婚半年都没离，怪不好意思的。没想到我一下飞机，傅云年就派人给我接医院去了。我心里的顿时咯噔一下，不会吧，不会吧，脑残剧情不会又来了吧？没想到说来就真来了。傅云年泪眼婆娑地抓住我的手，秦月月，我求求你救救芊芊吧，她是病情恶化了，需要换肾，只要你肯捐给她，我做什么都愿意。虽然会失去一个肾，但你会得到我一辈子全部的爱，包括忠诚。我要吐了，我要那玩意干啥？傅云年脸上表情顿时一阵尴尬。秦家人见傅云年说话不管用，也来劝我，秦妈妈，月月，你救救芊芊吧，难道你真的忍心眼睁睁看着她死吗？我当然，快点死。秦爸爸，月月，别说气话，她是你妹妹啊，血亲之间不能献血，不能器官捐赠。3个哥哥，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救芊芊？你摸摸良心问自己，这半年对你怎么样？虽然这半年你们对我不错，但往前半辈子你们都在欺负我，给几个臭钱就想弥补我受过的伤害，起码再翻2倍，笑死，想道德绑架我，可惜了，我没有道德，我只有功德。看到大家都这么伤心难过，我决定来尝一尝我的功德。我清了清嗓子，很郑重地告诉他们，你们真的想着秦芊芊，你们都是真心关爱她的。人点了点头。傅云年虽然没当着我面点头，但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得出他的关心。我深吸了口气，说出了我当初看这本书觉得最智障的一个点。你们知道我和秦芊芊是熊猫血对吧？众人点头。那你们难道没想过我为什么会是熊猫血吗？我一把揪住了秦爸爸，因为我的熊猫血是遗传的，咱爸也是熊猫血，不仅咱爸是熊猫血，我大哥、2哥、3哥全都是熊猫血啊！你们这么爱他，你们怎么不捐爸爸？你捐个肾给你最爱的女儿秦芊芊吧。秦爸爸听到我的话，瞬间愣住，仿佛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恐怕不合适吧？肾不仅关乎男人的身体，还关乎女人的幸福。秦妈妈第一个不同意，这怎么行？你爸爸年纪这么大了，身体吃不消的。然后把秦爸爸从我手里解救出来。我点点头，深以为然。也是，爸爸为这个家付出太多，这样实在太辛苦罢了。然后在秦爸爸、秦妈妈松口气的时候，又抓住了秦家3个哥哥。那大哥、2哥、3哥，你们谁捐啊？你们说说，全家5个熊猫血，你们4个人一人捐1个，都能给秦芊芊凑2副腰子了。干嘛都想逮着我一个人薅羊毛？你们3个快说，谁捐？秦家3个哥哥都是挨过我毒打的，被我抓住都不敢反抗。傅云年也用一脸期待的表情看着他们3个，一直口口声声说爱妹妹的3位哥哥，此时却一个比一个能推脱。大哥，这不行啊，我公司那么多事情要做，捐肾很伤身体的，要休养很久，公司怎么办？你也不想你没钱做慈善吧？这确实不行。2哥听到大哥这么说，有样学样。月月，不是2哥不想捐肾给芊芊，可是2哥有女朋友了。我转头望向3哥，一脸就决定是你得了的模样。3哥顿时腿一软，有些破罐破摔。不行，怕疼，我晕血。秦妈妈赶紧心疼的过来，抱住了3哥。是啊，你3哥从小身子弱，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无奈的看着一大家子人，那就是没得谈了。然后转头无奈的望向傅云年，你看不止我一个人不给他献血捐肾，他们也都不肯啊。既然大家都不肯，那不如让秦芊芊听天由命吧。我的话就宛如一道光照亮了病房，外面暗沉的走道，所有人都似乎因为我的这句话而得到了救赎。他们瞬间放下了心里的愧疚，是给自己找说辞。芊芊这孩子真是命苦，谁让他年纪轻轻的这样的病呢？就算捐了肾给他，也有很大概率发生排异反应。我听说第1年存活率很低的是啊，与其费那么大劲，最后就不要他，倒不如现在对他好一点，满足他想要的要求，也不是就一点希望没有，说不定能排到匹配的肾源的。几人3言2语就给自己找好了台阶下，只剩下傅云年愣在当场。你们就真的眼睁睁看着他死吗？他是你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傅云年企图道德绑架秦家人，秦家人同样没有道德。芊芊说，到底不是我们家亲生的，他能在我们家过这么多年好日子，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不是我们不想捐，是我们都身体弱，少了个肾吃不消的。是啊是啊，总不能为了他一个人毁了我们一大家子的幸福吧。我忍不住给他们鼓鼓掌。屁，爸妈、大哥、二哥、三哥，你们说的太对了，助人为乐也要量力而行，先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多余的力量再成全别人。秦芊芊那么可爱，那么懂事，那么善解人意，不会逼你们的，对吧？秦家人这次纷纷站在了我这边。对，傅云年看到我们全家人第一次这么团结，一心一个鼻孔出气的样子，露出了痛心疾首、失望透顶的表情。你们，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进了秦芊芊的病房。秦芊芊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全家人抛弃了，依旧打着他的小算盘。云年哥哥，姐姐回来了吗？她答应给我捐肾了吗？等芊芊的病好了，可以跟你一起去很多你喜欢的地方。傅云年心疼地抱住了她，在她额头落下一吻。芊芊别怕，即使全世界都放弃你，我也不会，我一定会救你的。奶奶，我早说过，傅云年爱的人是秦芊芊，请您批准他跟我离婚吧。没想到傅云年的奶奶直接发来一长条语音，云年想跟你离婚，跟秦芊芊那个病秧子在一起，他想都别想。月月，你才是奶奶看中的儿媳妇，就算云年不要你，我们傅家的大门也永远为你敞开。我谢谢你，奶奶。难怪原著里女主和男主一直藕断丝连，被虐了又虐，原来有傅云年奶奶这助攻在这，但这福气我可不想冒。奶奶，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其实我也不是很能看上您孙子。我的话还没说完，傅云年就冲了过来，抢走了我的手机。你跟我奶奶还有我爸妈胡说八道些什么？秦月月把青青害成这样，你满意了？我原本想解释一下的，但看到傅云年那副自以为是的样子，我就来气。别耽误，我找第二春。傅云年被我打了弓的身子直不起腰，却依旧倔强。你想跟我离婚，去找那个霍征试试？你别做梦了，秦月月，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甩了他几个大嘴巴子。嘴这么臭，吃屎了吗？然后向他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照片。谁婚内出轨，谁奸夫淫妇，自己没有点数吗？行了，别墨迹，明天早上带上证件，马上跟我离，要不然我就把照片发网上去说你婚内出轨，你最喜欢的秦芊芊之三当三。还有财产，我不找你分，你自己有点数，赡养费少了可不会让你好过，毕竟我现在可是散财观音，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不明白粤文里面离个婚怎么这么难。傅云年被我逼着回家跟长辈解释，展示了一下他身上被我打的伤，说我家暴他。他家很快就答应让他跟我离了，毕竟也是一个大家族的继承人，脸面代表的是整个家族企业的脸面，老是被打脸那不能行。我俩进了办证处，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绿本本了。出了大门口，我拿着绿本本朝傅云年挥了挥手，再见了前夫。傅云年握着拳头看着我，一脸不甘心的模样。秦月月，你会后悔的。我不后悔，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你领证，虽然那是原主跟他领的，但想想还是觉得很晦气。为了消除晦气，我当晚就约了慧珍小哥哥去吃烧烤去一身的晦气。哥哥，我拿到离婚证了，我自由了，今晚约吗？没想到慧珍小哥哥竟然拒绝了我。乖，今晚有任务，改天找你玩喝。男人竟然拒绝我，不对，他说我乖，开心心我乖，我等你。接下来恢复单身的我没事就到处散财，也不光做慈善，也给人赞助投资买楼什么的。那天我打扮得美美的，正打算去和霍征小哥看电影，把车开进地库，刚下车就被一道车灯晃了眼睛，紧接着就听见一阵汽车引擎的巨响，一辆车径直朝我撞过来。我下意识一只手撑在车顶倒立起来，那车子擦着我的身边冲了过去，眼看没撞到我，车子来了个极限拐弯，再次朝着我冲了过来。就你姐我这身手，从小学开始就拿无数比赛冠军，18岁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能躲不开一辆车，一个后空翻就翻到另外一辆车顶上去了。但我躲开了，我的兰博基尼没躲开，直接被撞烂。因为我闪得太快，那司机没反应过来，连人带车全撞懵了。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来，他被挤在驾驶室里。我身受重伤的样子，咳嗽着看着我。我跳下车顶，走到他身边。你完蛋了，我车很贵的。那人一脸凶相，额头还有横纹，看起来就穷凶极恶。看到我毫发无损，我说我车1000多万，你打算怎么赔他？我赔你妈！我咔一下又把他脱臼手腕安了回去。他又惨叫一声，哭丧着脸看我。大佬，我赔不起。看他开着几10万的车，确实不像赔得起的。有钱谁当杀手啊？就问他，谁派你来杀我的？别说不是故意的，车库有监控，你跑不了的。那人闻言有些为难，不是我不说，我看他不想说做事，又要给他手腕掰脱，就他一看，顿时额头冒出一阵虚汗。我说是你前夫傅云年。我皱眉，他怎么敢的？调查了一下，发现秦芊芊尿毒症到晚期了，却还是没有找到匹配的肾源。他这是打算买凶撞死我，然后伪造捐献合同，把我的肾移植给秦芊芊。果然是小说里凌驾于半部刑法之上的男人。
真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面对这种事情，我当然是立刻报警。买凶杀人、企图盗用人体器官是重罪，傅余年很快就被抓进去了。傅家人想让我出谅解书，帮傅余年减刑，我不肯。他们就威胁我要让秦氏企业破产，我装了监控，录了音，反手就是一个昭告天下。这下傅余年买凶杀人，还威胁被害人的事情藏不住了，傅家名声一落千丈，就连傅氏的股票也是一落千丈。秦家还没破产，傅家就要破产了。虽然在这次刺杀里我没有受伤，但傅余年因为知法犯法，情节恶劣，并且认罪认错态度不好，被重判了10年。秦芊芊没了傅余年的无脑维护，找不到我的肾，又没有等到匹配的肾源，没活多久就死了。他的亲生父母并没有怪我，只是要求把秦芊芊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我同意了。10年之后，当傅余年出狱去秦芊芊坟头拜祭的时候，秦芊芊坟头的草都2米高了，而我早在秦芊芊死的那晚，就因为做太多好人好事，功德无量穿回来了。是的，我他丫的穿回来了。就在我和霍成小哥告白，他同意和我处对象，我们正要亲亲的时候，你问我都穿回来了，怎么知道后面的剧情的？因为我穿的就是我现实里看过一本书，我回来之后立马去看结局，没想到那本书剧情竟然改了，变成我做过的事情。因为打脸太过舒爽，还上了畅销榜。人人都说那本书是常规虐文开篇，后面女主就跟换了人一样，直接杀疯了。整个过程避开风走。那个写虐文出道作者还表示，虐文谁爱写谁写，我以后只写爽文，不写虐文。看到这里我累了，你们爽了，那我呢？我的霍尊小哥哥我还没亲到。老父亲看我哭得伤心，问我闺女怎么了？脑子让驴给踢了。亏我还一直想念他，我就不该回这个家。你难道没看出来我失恋了吗？老父亲跟谁？木桩子还是沙包？我不气，这是亲爹。就在我因哭泣，老父亲无良嘲笑的时候，